方家儿郎，宁死不退！将军、大公子、二公子、云亭少爷，你们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们一生镇守北境，最后却连一具全尸都没能留下，这大钱对不起方家满门忠烈呀！义儿，你身子弱，从小便受不得寒，快起来，别跪了。方家的天塌了，如今方家就只剩你这一根独苗了。你若再有个好歹，让我到了地下，有何颜面去见你阿爷呀？祖母，阿爷和父辈们为国捐躯，战死沙场。孙儿身为方家男儿，理当披麻戴孝，送他们最后一程。哟，这灵堂可真够冷清的。曾经不可一世的镇国将军府方震天死，如今连个像样的吊唁者都没有，还真是树倒猢狲猎。放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谁敢在我方家灵堂撒野？老太君，少拿你那一套一品告您夫人的架子压人。方震天那几个老家伙已经死绝了，现在的方家不过是个没人要的破落户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在此辱骂老将军！就凭你这断了手的残废，你给我滚！你们欺人太甚！真当我方家无人了吗？方老夫人，怪只怪你方家男儿没本事，尽数死在了北境。今日我等前来，不是来吊丧的，而是代表玄云宗为林木清与方云逸的婚约而来。老太君，木清已通过考核，被玄云宗宗主破格收为内门弟子，从此仙凡有别。方元逸天生绝脉，是个废人，给不了我想要的未来。这门亲事，今日便作罢吧。听见没有？林师妹如今是9天之上的凤凰，而你这个活不过明天的病老鬼，连给她提鞋都不配，还想霸占着婚约不放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德行。你们方家那些只知道逞匹夫之勇的莽夫，死在北境纯属活该。要是他们知道自己生出你这么个废物，怕是死了都要从棺材里气得跳出来吧。如果先辈血腥，践踏我方家尊严，死不足惜。义儿，小少爷，小少爷，你醒醒啊！快来人啊！叫大夫！真是晦气，被我随口说中痛处，竟然直接气死了。果然是个不堪一击的废物。徐长老，既然他已经不行了，那定亲器物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拿走？一个死人配不上我玄云宗的弟子。凤儿，去把他身上的青鸾玉佩搜出来。遵命，长老。这废物死了倒也干净，省得脏了林师妹的脸。这是我在古墓中带出来的那座剑塔，它竟然跟着我的灵魂来到了这里。死了还攥着玉佩干什么？给我拿来！你竟然没死！义儿，你没事？玄云宗很了不起吗？玉佩，快给我！想要？你疯了！你竟然毁了信物！放肆小辈狂妄！你以为我方云逸稀罕这破婚约？今日不是你林木清上门退婚，而是我方家休了你，带着你们的傲慢，给我滚出方家！小畜生，你敢辱我玄云宗，你找死！你大可试试。怎么回事？这废物身上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气息？我的身体竟然动不了！凤儿，跪下！王云逸，今日你既已毁了信物，这门婚约便算彻底作废。我们走。方云逸，你我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好自为之。病秧子，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。你敢辱我玄云宗，这笔账咱们走着瞧！
么样了？你这孩子何苦为了争一口气，强行催动残存的真气啊！小少爷，您快歇着吧，祖母，别再伤了心脉。孙儿没事，只是方才怒气攻心，吐出了一口淤血，胸口反而畅快了许多。方家的颜面，从来不是靠一纸婚约来维持的。今日他们如何欺辱我们，他日孙儿定会让他们百倍奉还。好孩子，你能想开就好。祖母什么都不求，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。活下去？不仅要活下去，我还要将那些陷害方家、践踏方家尊严的杂碎全部送上下地狱。赵峰，就从你开始。羽以离巢，入樱花巷。这京都的小娘子就是够味儿，比宗门里那些假清高的女人强多了。还有那个方家的病秧子，敢跟老子甩脸子，等老子明天找个机会，非打断他2条狗腿不可。怎么这么冷？什么人装神弄鬼，滚出来！杀你的人，大言不惭，老子可是玄云宗内门弟子，你敢惹我？玄云宗在我眼里不过是土鸡咬狗。找死！不可能，这是什么真气？一起死吧，誓言长！不自量力！你到底是谁？我玄云宗不会放过你的！下辈子记得管好自己的祖宗，我方家死！大戏刚刚开始。队长，前面有情况！一击毙命，好狠的手段！快搜搜他身上有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。队长，这是玄云宗内门弟子令牌，快去通报统领大人，玄云宗弟子被杀，这京都要变天了！快封锁现场，派人去京兆尹府，还有去李府通报。一击毙命，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，这京道里藏了什么怪物？徐长老息怒，这绝不是我林家所为啊！说，在哪里发现的？可有凶手的线索？回长老，在西城乌鸦巷，凶手手段极其高明，现场什么痕迹都没留下。西城乌鸦巷，离方府那么近，方家定是那老太婆和那病秧子怀恨在心，暗中雇佣杀手报复。徐长老，方云一手无缚鸡之力，方家也只剩老弱病残，如何能杀得了赵师兄？这其中会不会有误会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那方震天当救无数，难保没有死士潜伏。昨日赵峰折辱他们铤而走险，合情合理。林家主，立刻带人随我去方府，我父倒要看看他们能装到几时。是，一切听凭长老吩咐。长老，那我先去安排了。老太君，例行公事，多有得罪。昨日夜里，府上众人可有外出？我方家如今这般光景，还能去哪儿？叶儿自幼体弱，昨夜早早在藏书楼歇下，福伯一直守着。差言明鉴，我家少爷身子骨弱，吹不得冷风，连这正厅的门都甚少出，更别提半夜外出了。方公子的情况，下官也有所耳闻。既然如此，方府嫌疑已清，下官这就告辞。方老太婆，昨日之事尚未了结，今日老夫特来再问个明白。徐长老，你去而复返，甚至轰碎我方府大门，意欲何为？我孙儿需要静养，受不得惊扰。静，我看是做贼心虚吧。赵峰昨夜在离你方府不远的乌鸦巷惨死，你们作何解释？赵峰死了，死了？
怎么会这样？继续说，定是你们方家怀恨在心，深夜派死士暗杀。一派胡言！我方家满门忠烈，行事光明磊落，岂会做这等苟且之事？你有何证据？徐长老，查案之事自有京兆尹府负责，方家并无作案嫌疑，您毫无证据便强闯诰命府邸，于理不合。滚开！证据，他赵峰在你们方府受辱，晚上便横尸街头，这就是证据。若要证明清白，就让老夫亲自查探一下这小子的身体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手无缚鸡之力。不许管我家少爷，他身患绝脉，受不住您的真气呀！是真是假，老夫一试便知。女儿，你不能这样！老东西，想看我的成全？真的是个毫无修为的废人，难道真不是方家干的？好一个玄云宗，好一个名门正派！我方家男儿为大钱战死沙场，如今只剩这一个病弱的血脉，你们还要赶尽杀绝？福伯，去我房中请出先皇御赐的镇国宝剑。老身今日便是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拿着这把御赐宝剑进宫面圣。拿死人压我！好，既然脸都撕破了，老夫今日就送你们祖孙俩去地下团聚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圣上口谕到。徐长老，好大的威风啊！王公公，我玄云宗弟子惨死，老夫不过是来寻个真相。奉陛下口谕，赵峰遇害一案交由京兆尹与皇城司全力督办，是非曲直，朝廷自会查明，绝不冤枉无辜。陛下说了，定会给玄云宗一个交代。徐长老，您还有什么不满的吗？老夫遵旨。方公子伤势不轻啊，李太医，劳烦您上前为方公子诊脉验伤。王公公，方公子脉象虚浮紊乱，气血两亏，体内却无半分元气根基。且公子心脉受损严重，若非命大，刚才那一击便已让他当场毙命了。徐长老，这下您可看清了，方公子这般模样，如何能杀得了贵宗高徒？老夫看清了，我们走。老太君，陛下还在宫中等着您呢，请随咱家走一趟吧。有劳公公。福伯，快去请城里最好的郎中，一定要保住义儿的命。老太君放心，老奴拼了命也会照看好少爷。老太君，我们该走了。走吧。老太君，请。起驾入宫。少爷，你撑住，老奴这就去请大夫。老东西，这长之仇很快就还你。血老狗玄云宗林家，今日之辱，来日必将你们连根拔起。您快给少爷看看，他挨了那玄云宗长老一掌，吐了好多血，都说胡管家莫急，让老夫先看看脉象。李老，少爷他还有救吗？奇怪，受了50境高手这般重击，早该心脉断绝了。但老朽察觉到兄子体内似有一股奇异的生机在暗中维系，险之又险地吊住了这最后一口气。都让救少爷，方府就算砸锅卖铁也在所不辞。这伤情本，老朽也只能开一些温养经脉、补剂气血的方子，
至于能不能挺过这一关，全看小公子自己的造化了。这是几粒固本培元的丸药，先给小公子服下。切记，药方需用文火慢熬1个时辰，不可有半点差池。多谢李老，老奴这就亲自去煎药，绝不假手于人。祖母入宫多时，至今未归，皇宫那边几乎难测。这李老的药方对我而言毫无用处，必须尽快恢复实力。那老狗的暗箭还在体内肆虐，给我吞了它！怎么回事？这股外来真气在被炼化的瞬间，竟然撞击在了50境的壁垒上，卡了我整整1年的50境巅峰壁垒，竟然被震出了一道裂缝。既然天赐良机，我便破了这层壳。给我破！这便是宗师之境。第2层终于开启了，好恐怖的灵气密度，而且这里的时间流速竟然比外界快了整整10倍。紫霄剑经第2卷，宗师境修炼法门，原来如此。好一柄神兵！狗贱！看来以我初入宗师的境界，还不配拔出你。既然拔不出，那就在这里闭关，借10倍时间流律，彻底稳固宗师境界。少爷，药熬好了，您醒醒，趁热喝了。父爸，辛苦你了。祖母还没回来吗？老太君还没回，少爷您快躺下歇着，老奴就在门外候着。皇宫那边拖得太久了，祖母绝不能有事。老太君您慢点儿，老奴刚才看到书房有灯光，小少爷不在卧房，可能跑这儿来了。义儿，你伤得那么重，跑这儿来做。你是义儿，你的身体，小少爷，您这气色……老太君，赵嬷嬷，这是真气，你不仅没受伤，还……赵嬷嬷，劳烦您退到书房门外，死守房门，任何人靠近，杀无赦。是，老奴领命。祖母，孙儿不孝，欺瞒您整整8年。今日孙儿有2大秘密，必须向您坦白。你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一，孙儿自幼体弱多病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根本不是什么先天不足的天生绝脉，而是被人暗中下了一种极其阴毒的绝毒。这种毒潜藏在血液深处，慢慢吞噬生机。若非孙儿命大，早就成了一具枯骨。什么下毒？是谁？是谁敢对我方家唯一血脉的下毒？祖母向着人藏得很深，但孙儿已有线索。您且听我说第2件事。其2，孙儿体内的气毒，在8年前便被我意外得到的一桩机缘彻底压制。这8年来，我躲在藏书楼，大门不出二门不吠，喝着那些没用的苦药，全是伪装，在绝境中暗自修炼。你这8年的病弱，你其实一直在练武。不错，今日徐长老那一掌，不过是我借他之力掩人耳目罢了。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啊！我方家终于不用绝后了。老头子，你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咱们的义儿出息了。义儿，近日玄云宗欺人太甚，皇室态度暧昧，方家已是风口浪尖。怎么做？从今往后，我们不用再忍了。方家这8年受的屈辱，还有我方家满门战死的血仇，我要他们10倍、100倍的偿还。这是金刚所铸的镇旨啊！义儿，你的真气竟然霸道至此！祖母，您现在信了吧？孙儿不仅没病，
这世上能伤我的人也不多了。所以那玄云宗的赵峰不错，正是孙儿亲手所杀。他敢辱我方家，辱您，死有余辜。真的是你，竟然真的是你！那今日徐长老那一掌，徐长老不过是个武师境的废物罢了。他那一掌打在我身上，连给我挠痒都不够。只是孙儿有件事情一直未告知老太君，孙儿是故意运转秘法，强行震断了几根无关紧要的经脉，制造出重伤临死绝脉发作的假象。若不如此，怎能彻底洗脱杀人嫌疑？怎能堵住玄云宗和那群太医的嘴？又怎能让陛下彻底放下对我方家的戒心？义儿，你身上的绝脉之毒，还有你这身惊世骇俗的武道，究竟从何而来？祖母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其实，在8年前，孙儿就已经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。8年前，孙儿在藏书楼中因毒发昏死过去，恍惚间遇到了一位游历红尘、游戏人间的世外高人。世外高人，正是他老人家见孙儿骨骼惊奇，虽身中奇毒，却心智坚韧，心生怜悯，便以无上秘法替孙儿压制了毒性，并暗中收孙儿为徒。这8年来，师傅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夜半时分便会潜入府中，传授孙儿无上武道。孙儿能有今日，全靠恩师栽培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这位恩师如今何在？我申定要备下厚礼，当面叩谢他的大恩大德。祖母不可，师傅他老人家乃是方外之人，最烦世俗礼节。他曾严厉中负过，绝不可对外人提及他的存在。他行踪飘忽，若我们刻意去寻，反而会惹他老人家不悦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孙儿已脱胎换骨。是，其人必有怪癖，是老身唐言啊！我方家列祖列保佑，让我一儿得遇贵人。老头子，你看到了吗？咱们的孙儿有出息了，方家终于不用绝后了。孙儿的事你已尽知，在外人眼里，我依旧是那个活不过明年的病秧子。祖母明白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在咱们方家没有重振女馆之前，必须继续隐忍。今日您被陛下留宿宫中整整1日，按理说只是为了安抚玄云宗之事，绝不需要耗费如此久的时间。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陛下是不是还对您说了别的事？义儿，你心思敏锐，猜得一点不错。陛下留我根本不是为了玄云宗，而是因为北境出了统申天的大事。北境8年前，你爷爷、大伯、二伯，还有你云庭哥，皆战死咱们方家用血肉筑起的防线。可是赵元明那个卑鄙小人接管北境后，只顾着安插亲信，排除异己，更是年年克扣军饷。3日前，以你爷爷昔日旧将周天罡为首的巡防营，因为将士们饥寒交迫，死伤惨重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他们扣押了朝廷派去的督粮官，声称若是朝廷不严惩赵元明，补发军饷，他们便自行其位。嬴政，可笑的是，消息传回京都，朝野震动，认定这是咱们方家旧部心怀愿望，意图不轨，劝周将军他们放下兵器，以大局为重。所以陛下便想起了您。陛下我以防灾的身份，800里加急送往北境。陛下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平日里对我方家百般打压，视事如敝，如今自己忍住了乱子，收不了场，反倒想起我方家旧部的忠诚了。这些咱们不得不写，否则你爷爷他们用命换来的安宁就全毁了。写，当然要写。于公于私，我们都不能让北境将士的血白流。但是我们方家绝不能白白给他当枪使，他想空手套白狼，简直是做梦。义儿，你的意思是？祖母。这封信不仅要写，而且孙儿要亲自送去北京。什么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北境远在数千里之外，一路上山高水远，凶险万分。如今那边局势混乱，你就算是宗师，可双拳难敌4手啊！你是方家唯一的血脉，若有个3长2短，我到了9泉之下，如何面对你爷爷？祖母，您冷静听我说，您以为我们一封轻飘飘的信就能让那些受尽委屈的将士放下刀枪吗？不见方家人，他们如何能信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京都对我们方家而言，就是一座密不透风的囚笼。我们困在这里，任人宰割，永远没有翻身之日。而北境，那是爷爷和父辈们用血汗浇灌的根基。只要我亲自去，以方家少主的身份见周将军，不仅能解开死局，更能暗中重新整合那些旧部。这是我们跳出泥潭、重掌兵权的唯一破局之计。你竟图谋至此！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跟陛下谈条件。他既然要用我们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第一，必须下达明旨，公告天下，赦免北境将士的一切罪责，绝不秋后算账。第二，必须派钦差押运钞，在到抵达北境将士们解除武装的同时，足责及时发放到每一个士兵手中，少1厘米都不行。你要跟陛下谈条件，这是在挑战皇权啊！非常支持，当行非常支持。陛下现在比我们更怕北境出乱子，只要您态度强硬，他就算咬碎了牙也得咽下去。好，我方家男儿本就该翱翔9天，祖母听你的，明日我便进宫，与那高高在上的陛下好好讨价还价。这是你爷爷的私印，在北境，这枚印比圣旨还管用。老夫人，朕听闻你已草内好安抚北境的家书，朕心甚慰，快呈上来，
朕即刻命800里加急送往北境。陛下，但老身有2个不且好之请，若陛下不允，这封信怕是送不到北境。哦，老夫人但说无妨。其一，恳请陛下降明旨，昭告天下，赦免此次北境将士的一切罪责，永不追究。其二，朝廷拖欠的粮草军饷必须由钦差足额押运，随信件一同抵达北境，实发到将士手中。此外，这封信事关重大，老身要让孙儿云逸亲自持信前往北境面见周将军。一个活不过10岁的病秧子去北境，只怕还没走到一半就死在半道上了吧？陛下，非常之事当行非常之事，若无明旨和粮草，北境军心必将大乱。一旦防线崩溃，蛮不长驱直入，大前江山社稷将毁于一旦。至于义儿，他是方家最后的男丁，为国死在路上也是死得其所。若陛下觉得为难，那这封信老身就当没写过。老匹夫，若不是北境危急，朕现在就将你方家满门抄斩。老夫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能杀他，现在逼反了北境，皇位不保。方家，朕暂且忍你一次。老夫人说的对，大局为重。朕准了，即刻拟旨，大赦北境。粮饷之事，朕会逼户部3天内筹齐。至于云逸，既然他有此忠心，朕便派一队羽林卫全程护送他北上。老身代北境将士谢主隆恩。查，给朕查！昨天还是个只会哭天抢地的老寡妇，今天竟敢跟朕针锋相对。方家背后绝对有高人指点，给朕把方府里外翻个底朝天，任何可疑之人杀。还有那个病秧子，给朕盯死他，看他到底是真病还是装病。遵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北境之事皆朝廷体察魏州之过，着即所有参与此事将士一概既往不咎。钦此。此事便不再追究了。不追究？那我这个兵部尚书的脸面何在？陛下这是在当众打我的脸。方家一定是方家那个老不死搞的鬼。方家那个活不过今年的病秧子，竟然要去北运，还要带粮饷去安抚那群丘逼，做梦！若是让他到了北境和周天那个莽子会合，我赵元明在北京的心血就全毁了。传信给北境的暗桩，还有黑风寨的那群亡命徒，让他们在半道上设伏。我不管羽林圭怎么护送，我要那个病秧子死在去北境的路上，把他的头颅给我带回来。大人放心，属下定让他尸骨无存。小少爷，北境酷寒，您这一路上千万要保重身体呀。嬷嬷放心，照顾好祖母。方少爷，请吧，兄弟们还得赶紧送您上路呢。送我上路，赵元明，就看你派来的狗够不够我杀得了。果然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满营将士都在喝西北风，就等他一个人。李大人息怒，这病秧子能活着爬到南门就不错。在下方无疑，奉旨随行。让李大人久等了。方公子既然身负皇命，当时刻谨记国事为重。此去北境山高路远，军情如火，可没时间让你坐在马车里慢悠悠的游山玩水。来人，把方公子的马车撤了！从现在起，全军骑马行进，任何人不得拖延行军速度。方少爷，请吧。这北境的寒风可不比京都的软玉温香，您这身子骨骑在马上可得抓紧缰绳，别一头栽下来摔碎了。好一个钦差，好一个下马威！既然你们急着赶路，那就看看这路上到底谁先撑不住。出发！这病秧子还真是命硬，我还以为他第一天就会从马上摔断脖子呢。硬撑罢了，你看他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估计还没到北京就得冻成冰雕。这等程度的风霜，连给我淬体都不够资格。不过
离开京都，棋局才算真正开始。傅伯，待我出城后，你避开所有人的耳目，将这2封信送到南城陈记杂货铺的掌柜手里，就说北地的故人托送山货。老奴拼了这条命也必定办妥。小少爷，你一人北上，千万当心呐！启禀陛下，探子飞鸽传书，方云逸随钦差队伍已出京100里。他虽面露死相，可写不止，但却硬生生挺住了连续2日的骑马疾行，未曾掉队半步。没掉队？一个连太医都断言活不过今年的绝脉废人，能在北风里骑马狂奔2天？哼！方家果然还有藏日。老太君敢让他去北境，必有依仗。陛下，是否要让沿途的暗桩动手，制造些意外？不，朕不能脏了自己的手。赵元明不是已经在黑风寨安排了人手吗？还不够。传朕口谕，把方云逸随军北上的确切路线，还有他每晚扎营的地点，不经意的透露给玄云宗的暗探。玄云宗刚刚死了一个内门弟子，正愁找不得出气筒。朕来试试这病秧子装神弄鬼到底还是真有能耐。若是他死在玄云宗手里，方家旧部要闹，也只能去踏平玄云宗的山门。奴才遵旨。从出京就跟在后面的尾巴，终于按耐不住了。方公子，今夜你就宿在此处。你身体材弱，需要清静，这外围最适合你，不用参与夜间值守了。刘队长，方公子身份金贵，你们驻扎在旁边，务必好好照顾方公子，让他能安心休息。统领大人放心，属下一定贴身伺候。方公子，晚上风大，若是觉得冷了、怕了，随时叫弟兄们，我们保准让你睡个好觉。有劳刘队长和各位军爷了。真他娘的没劲！兄弟们，回帐篷喝酒去，别管这半死不活的废物。故意将我安排在最容易被袭击的外围风口，还撤走所有护卫。李文翰，这是急着给我收尸啊！徐长老，消息绝对千真万确。宫里传出的密报，那方云逸跟着李文翰的队伍，今日傍晚刚在100里外的落星坡扎营。而且据说李文翰极度厌恶方云逸，根本不给他派护卫，他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。好极了！方家那个老不死，以为把他送出京都就能保住他的命，做梦！赵峰不能白死，玄云宗的脸面不能白丢。立刻星夜出城，赶在李文轩队伍拔营之前，给我把那个病秧子的头颅砍下来！记住，我要他死无全尸！遵命。月黑风高，真是个杀人的好天气。玄云宗的老鼠终于舍得出洞了吗？你不是绝脉废人，这等真气，你到底是谁？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。玄云宗的先头老老鼠，就这点斤两。弟兄们，把这边的火堆灭了，咱们方大少爷需要清静，可别热着他。跳梁小丑，真正的杀局恐怕还在后面。得到了，走。多谢王校尉昨夜的照顾，云逸
尚能坚持。统领，这病秧子冻了一夜，怎么还没死？命也太硬了吧！哼，回光返照罢了。别管他，误了行程，咱们都吃罪不起。全军听令，即刻拔营。这孽障，倒像只打不死的蟑螂。走。全军收缩队形，盾甲兵护住钦差马车，内守前出探路，小心崖壁。杀气这么重，连掩饰都不顾。陇西李氏还是河东裴氏，或者是玄云宗的后世？不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保护方公子！李琦！方家余孽，拿命来！放肆！光天化日冲击钦差卫队，给我杀！目标已死，进军难产，撤！王校尉，去看看那个废物到底死了没有。若是死了，就地掩埋。属下遵命。统领，这病秧子肯定摔断脖子了。刚才那马撞得那么惨。你竟然没死！刺客，别杀我！王统领，多谢王统领救命之恩。若不是将士们拼死抵抗，云逸今日就交代在这里了。哼，你这废物的命可真是比石头还硬。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看来队伍里的内鬼也要按耐不住了。方公子，受了惊吓，喝口水压压惊吧。多谢这位兄弟。啊！这水有毒！不是我！混账东西！竟敢在军中投毒！给我拿下，严加拷问！这开阔之地，正是最好的杀人场。太安静了，风里有火油的味道。提醒，保护钦差大人！快救火！保护钦差大人！预备队，跟我顶上去！调虎离山，声东击西，好算计。可惜你们选错了猎物。死！不要！救命！不好，那边有刺客，保护方公子！势不可为，撤！方公子，您没事吧？刺客已经跑了。没
花型的暗器，这是一个只有死士才知道的秘密，而这个秘密足以颠覆整个天下。哼，连环杀绝，想杀我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多谢王位，昨夜若非禁军拼死相救，我只怕也成了刀下亡魂。方公子吉人天相，为了杀一个病秧子，竟敢拿本官的真貌状诱饵。若是下一次他们假戏真做，连本官一起宰了呢？传本官命令，自即日起，凡有形迹可疑靠近1丈者，无论目标是谁，一律格杀勿论，无需请示。遵命。这钦差总算知道害怕了，倒是省了我不少麻烦。一起结阵防御，保护钦差。死战不退！当诉他们，本官重重有赏。找到他了，动手！雕虫小技！救命！杀人了！王校尉救我！这病秧子属泥鳅的，追！绝不能让他活过今晚！跑啊！继续跑，看你能撑到几时！废物的命倒是硬，居然还能跑这么快！玄云宗的流云步，真以为穿上夜行衣我就认不出你们这群杂碎了？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！怎么不跑了？你倒是继续跑啊！大半夜折腾大爷们，钻着鬼林子。不过这里的环境倒是真不错，幽静，没人打扰。方公子，你倒是挺会挑地方，给自己选了这么一处风水宝地作为葬身之所。为何你们不认为这是我特意为你们选的风水宝地？风水宝地，这病秧子是不是被吓疯了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老子这就送你上路！风啸真气，气尽外放。你是武道宗师，15岁的宗师。这怎么可能？撤！快逃！若不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你们以为能活到现在？这北境的水果然够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来彻底搅翻他。王公子，你居然逃脱了！真是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病成这样还能躲过乱军，命真大。我躲在车底下，吓死我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师尊，这些人全都是被一击秒杀，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气尽外放，凝气成刃，好精纯霸道的真气。这是一位武道宗师的手笔。
宗师？这北境荒郊野岭，怎会有宗师在此大开杀戒？不仅是宗师，而且从这残留的气息生机来看，出手之人极其年轻，甚至可能不到20岁。不到20岁的宗师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此精彩变异的年轻宗师，此子若入世，整个大前必将天翻地覆。大前的软脚羊，受死吧！我命休矣！北境边军在此，杀光这群蛮狗！是边军，我们的援军到了！大人，你忍着点，下官要拔剑了。你这老不死的东西，轻点儿，想疼死本官吗？一群废物！本官堂堂钦差，若是死在这荒郊野岭，陛下定诛你们9族！没死，我活下了。你这该死的病秧子，你竟然没死！堵得像筛糠一样，若不是留着你这条狗命还有用，刚才那流箭是射穿的，就该是你的喉咙。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恶心人的祸害！要不是因为你这废物拖累队伍，本官何至于遭受如此大罪？还敢躲？本官今天非打死你这丧门星不可！谁敢管本官的闲事？李大人，这里是战场，还请保留些体力。你一个小小边将，竟敢对本官无礼！这位公子，你没……您难道是？末将北境巡防营副将周猛参见钦差大人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多亏周将军及时赶到，此地凶险，你看我们是不是该赶紧离开这鬼地方？李大人所言极是，此处血腥气太重，难保蛮族不会卷土重来。末将建议队伍即刻启程，由末将率部护送前往50里外的铁壁关休整。关内有医官药物，大人也可安心养伤。好，就依周将军之言，马上走，一刻也不要多留。所有人听令，轻伤者相互扶持，重伤者由边军弟兄背负，即刻开拔，目标铁壁关。方公子真是福大命大，昨夜那般惨烈的袭营，我禁军死伤大半，连本校校尉都险些丧命，公子居然连块油皮都没擦破，这运气真让人羡慕啊！王校尉说笑了，我胆子小，一听见动静就钻到了马车底下，一直趴在泥水里不敢动弹，这才侥幸捡回一条命。最好是这样。哼，撤！锦衣玉食的住处，死期将至。方公子，你就暂且在此歇息吧。这位军爷，钦差大人的营帐在那边，我能否离大人近些？这里太冷了。
这里是北境军营，不是你们京都的方府。张将军有令，关内人多眼杂，为了公子的安全，没什么事儿，最好不要随意走动。诺！你们两个日夜守在这里，一步也不许离开，给我保护好方公子。李大人，您此番北上，陛下那道关于补发镇北军旧部粮饷的圣旨，什么意思？陛下的意思是安抚北境军心，赦免那帮旧部扣押都粮官的罪过，足额补发粮饷。大人，这怎么能行？那些方家旧物全都是骄兵悍将，他们敢扣押都粮官，形同谋逆。若是就这么轻轻放过，还给他们发粮，这岂不是助长了这帮叛逆的气焰？以后北境谁还听我们的调遣？孙将军，本官也知此举不妥，但圣意难违，我等做臣子的唯有遵旨办事。李大人，孙将军虽然性子急，但话糙理不糙。陛下远在京都，哪里知道北境这潭水有多深？更何况赵元明赵都督早有密信传来，赵都督信中言明，北境之事一切有他斡旋，大人只需走个过场。这圣旨嘛，自然有他的去处。若是事情办得妥当，出了任何纰漏，自然有蛮族或是那些不服管教的乱兵来背这口黑锅。这未免，大人，这昨夜落英峡遇袭，大人险死还生，这北境凶险万分。若是大人不能与我等同心，末将真的很担心大人能否平安回到京都。一切但凭张将军安排。好，大人识时务。吴先生，既然大人同意了，那条妙计也该拿出来了。将军，我们要遵旨发粮，而且要大张旗鼓发。不过，我们在送往巫山关的粮草里混入蛮族特有的毒草断茶红。断茶红，此毒无色无味，混在粮食中根本无法察觉，且潜伏期长，必须连续食用3日才会彻底发作。一旦毒发，中毒者将腹痛如绞，七窍流血，状若瘟疫。届时，巫山关内将是一片人间地狱。等他们毒发之时，将军便以救援为名，率领大军入关，将那些中毒无力反抗的方家旧部尽数屠戮，一个不留。好一条绝户计，绝，太绝了！旧部的事情解决了，那方家那个小主子呢？他不是吵着要去落霞坡祭拜方震天吗？断肠湖，落霞风剑杀。张怀远，既然你迫不及待的想下地狱，那就看看到底是谁先死。报将军，铁壁关张慧远派人传信，说钦差李大人在落英峡遇袭重伤，无法亲临巫山关宣旨。张慧远要求将军即刻孤身前往铁壁关面见钦差，亲自领取赦免圣旨及补发的粮饷。放他娘的狗屁！孤身前往，这摆明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将军，这绝对是张弘养的圈套。只要您一进铁壁关，他肯定立马翻脸抓人，以此来要挟我们这帮兄弟。陈将军所言极是，圣旨向来是钦差亲临宣读，哪有让守将擅离职位亲自去领的道理？本将当然知道这是个陷阱。老钱，方家那根独苗云逸公子的消息如何了？据我们在铁壁关的暗桩回报，云逸公子已经被张怀远软禁在偏僻营帐，情况极其危险，张怀远恐怕随时会对他下毒手。张怀远敢？他若是敢动老将军的血脉一根汗毛，老子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，也要率军踏平他铁壁关。传我军令，回复张怀远，就说蛮族大军压境，本将身负守关重任，寸步不能离，让他要发粮就自己送来。赵谦，立刻启用铁壁城内最高级别的暗桩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誓死保护云逸公子。方家的血脉绝不能断送在我们眼前。诺，誓死保护公子。这鬼天气真他娘的冷，里头那个病秧子怎么还没冻死？方家早就败落了，这小子不过是个没用的废物。要不是上头交代留着他还有用，老子真想进去一刀结果了他，也省得在这儿受冻。站住！你这废物想干什么？让开！我要去见张怀水。见张将军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活不过明天的病鬼！张将军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奉将军令，没有允许，你半步也不准离开这个帐篷，给我滚回去！我是朝廷随行钦差之人，并非你们的阶下囚。你们若是不去通报，我便自己去。
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老子现在就在这里宰了你！你敢砍下去吗？他娘的，都在这干什么？造反吗？孙将军，这方家的小子不听将令，非要硬闯营帐。哟，长本事了！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废物，也敢在我铁壁关撒野！老子今天倒要看看，这病鬼是不是真的不怕死？你们铁壁关的将领就只会对手无寸铁的随行人员耀武狂威吗？张怀远将我软禁在此，意欲何为？莫非是你们背后那个老不死的赵元明指使你们在这里杀了我灭口？小畜生，你找死！停顿！住手！将军，这小子满嘴喷粪，辱骂赵都督，末将今日非劈了他不可！退下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方公子，手下人不懂规矩，让你受惊了。本将军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毕竟这关内关外蛮族细作横行。安全？我看张将军是想让我在这营帐里神不知鬼不觉的病死。我今日必须要出关，去落霞坡祭拜我祖父方震天。张将军若是不同意，大可现在就下令放箭，看看是我这病秧子的血先流干，还是你张将军的官帽子先落地。好，既然方公子如此孝感动天，执意要出关祭拜，本将怎能阻拦？来人，给方公子备马。不劳张将军费心，请。既然他急着找死，那就成全他。带上你最精锐的人，换上蛮族的装备。记住，落霞坡就是他葬身之地。吴山关暗装，带好孤狼，参见公子。周老将军有何口信？周将军让属下转告公子，镇北军旧部誓死效忠方家，绝不背叛。周将军以洞悉张怀元逼他入关是陷阱，以抗命局不前往。同时，周将军让属下提醒公子，张怀元送往巫山关的粮草绝对有诈，且他已暗中调遣孙霸率领精锐伪装成蛮族，在落霞坡设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公子出关。粮草有诈，设下埋伏，张回俺这条老狗还真是按耐不住。传信给周将军，让他按兵不动，守好巫山关。粮草的事，我自会解决。至于落霞坡的埋伏，就当是送给孙霸的一座坟场吧。公子，你要独自前去？既然他们搭好了戏台，我不去，岂不是辜负了张怀远的一番心意？阿爷，云姨来看您了。哈哈哈哈！方云衍，你还真敢来送死！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老子这就送你去见你爷爷，给我乱刀砍死他！既然来了，就都留下，给方家英烈陪葬吧。既然想当蛮族，那我就用对付蛮族的方法，
送你们上路。怪物，你是个怪物，你根本不是病秧子！祭台还没拆，你想去哪儿？张怀元送去巫山关的粮草里，到底藏了什么名堂？说错一个字，我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千刀万剐。我什么都说，公子饶命！张将军，不，张怀远那老狗在粮草里下了段长红的剧毒，这毒无色无味，一旦吃下去，半个时辰内必定毒发身亡。还有呢，周将军不是傻子，毒粮不一定能瞒过他。张怀远难道没有后手？有，张怀远还故意撤走了防线2翼的暗哨，故意放了江湖蛮族游骑入关。他想用蛮族游骑不断骚扰消耗巫山关，逼着周云天不得不动用那批粮草。只要镇北军旧部中毒大乱，蛮族就会趁机踏平巫山关。好一个借刀杀人，好一个一石二鸟！张怀远、赵元明，你们为了铲除异邪，竟然拿大钱的国门和边关百姓当儿戏。公子，我都说了，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好，我送你上路。周将军，撑住！我来了！想用我方家旧部的命换你们的荣华富贵，这盘棋，我方云逸今天偏要给你们掀了！大汗有令，严寒将至，我族急需过冬的粮草物资。半月之内，我要巫山关寸草不生。我要铁壁关插满我族的苍狼旗。葛尔台，本王离开不过半月，你竟敢擅自调动本部兵马去袭击前人的钦差队伍！回禀大王，末将得到密报，前人钦差带有大量赏赐。末将本想截杀钦差，重创前人士气，谁知前人护卫拼死抵抗，又有边军救援，末将损兵折将，未能全功。请大王责罚！蠢货，打草惊蛇，让前人有了防备，这就是在坏大汗的布局。若不是看你往日作战勇猛，我现在就砍了你的脑袋祭旗。多谢大王不杀之恩，末将愿做先锋，戴罪立功。大汗已经下达了死命令，从王庭禁卫军和3大部落抽调的5万精锐，后日便可抵达黑石堡。我们不仅要攻破巫山关，还要长驱直入，杀进大前腹地，把能抢的粮食、女人、铁器全部抢光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族人才不会在这个冬天冻死饿死。大王，守关的虽然破败，地质惊险，守关的更是硬骨头。当年方震天留下的那些老兵，战力极其强悍，若是强攻，我族勇士必定死伤惨重啊！硬骨头，再硬的骨头，如果是从内部烂掉的呢？大前的兵部尚书赵元明可比我们更想让周清轩死。据可靠密报，赵元明已经让他的走狗张怀远在送往巫山关的粮草里做了手脚。只要周清轩的部下吃了那些粮，不用我们动手，巫山关自己就会变成一座死城。大王的意思是，我们只需作壁关关。传我将令，5万大军集结完毕后，立刻压境巫山关。一旦前人内部毒发大乱，全军出击，踏平巫山关，一个不留。赵元明，你好狠的算计！先用钦差送圣旨稳住军心，再用毒粮让巫山关守军全军覆没，最后把丢失关隘的罪名扣在周将军头上。巫山关，阿爷，我终于到了。在下方云逸，自京都而来，
特来求见周晴天，周将军。你说你叫什么？方云逸？哪个方？晚辈方云逸。云逸少爷，真的是你！周将军，各位叔伯，你们守在这孤寒之地受苦了。我方云逸今天来接你们回家了。老将军的孙子是三爷的血脉，他还活着，方家的人没死绝。报！快去报将军！方家少爷来了，我们的小少爷来了。像，太像了，简直和当年的三将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云逸，真的是你！周叔叔，是我，方云逸。快，打开关门，迎云逸少爷入关。三将军，方家三子方文远，当年那可是北境的骄傲，如今他的血脉竟然拖着如此病弱的身躯来到了这里。来了就好啊！周伯，云逸来迟了，这里风大，别冻着了。走，随我去关楼内说话。那边是伤兵营，条件极差，药材早就断了，许多兄弟受了伤，只能硬扛，扛不过去就只能等死。那是粮仓。你也看到了，已经空的能跑老鼠了。将士们每天只能喝一顿稀的能照出人影的米汤。朝廷还有铁壁关的那个畜生，他们是想把我们活活困死，饿死在这巫山关啊！张怀冉、赵元明，你们为了党同伐异，连这些镇守边疆的百战老兵都不放过，这笔血债，我方云衍定要你们10倍奉还。周伯，再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。诸位叔伯，我方云逸今日来此，带来了一线生机。去，把库房里那点竹炭取来，把火盆升上。将军，那点竹炭所剩无几了，那是留着给重伤的兄弟。让你去就去，云逸少爷自小体弱，身子骨受不得寒，快去！云逸，这位是陈烈陈副将将，当年曾是你父亲的亲兵，脾气火爆，但打起仗来不要命。云逸少爷，陈叔叔，这位是赵谦赵参军，足智多谋，是我们巫山关的智囊，当年也是老将军帐下的得力干将。云逸贤侄，一路辛苦了。赵先生，你这孩子，最后一次见你还是在你3岁的时候，那时候你高烧不退，气息弱得跟小猫似的，太医都说你活不过10岁，没想到你竟然挺过来了，还长这么大了。老太君他老人家身体可好？祖母身体尚可，只是8年来忧思成疾，全靠一股心气撑着。云逸少爷能来，老将军他们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。周伯，这是祖母的亲笔信，朝廷的局势以及陛下明语赦免诸位，并虎发粮饷之事，皆在信中。好，好，陛下竟然下达了明旨赦免，还要补发拖欠的粮饷，太好了！弟兄们终于不用活活饿死了。云逸贤侄，信中说粮饷由钦差李文翰押运，随行发放。但据我所知，钦差队伍在半路遭遇了袭击，李文翰受伤，如今停留在铁壁关。铁壁关的守将张怀远可是赵元明的走狗，他会乖乖奉旨把粮草送到我们手里吗？
张怀远那个杂碎，他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拿到粮草。赵先生说的没错，张怀远确实不会给你们粮草。他不仅不会给，他还打算在送来的一小批粮草中掺入剧毒断肠红。什么？断肠红？还想毒死我们全军？不仅如此，等你们中毒失去战斗力，他就会打开防线，放蛮族大军入关，彻底荡平这巫山关。到时候他大可以将罪名推给蛮族，自己落个干净。等等，既然张怀衍设下了如此绝户毒计，他必然会封锁消息，更不可能让您活着离开铁壁关。少主，您是怎么单骑冲破张怀衍的连环截杀，安然无恙的来到这里的？方云逸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周晴天、陈烈等人此刻才如梦初醒，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。是啊，铁壁关距离巫山关数百里，中间荒原上必然布满了张回阳的眼线显现了。一个15岁自幼被断言活不过10岁的病弱少年，怎么可能独自一人穿过重重杀劫，毫发无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？怎么过来？仅凭一路上的那些土鸡瓦狗，我想还伤不了我。方云避世。这是真气外放，剑气凝形，武道宗师！末将周齐天愿誓死追随少主，愿誓死追随少主。我等愿奉公子为主。报！蛮族5万精锐大军已越过冰河，距关已不足10里。万蛮族！张辉远那个畜生真敢把防线彻底放开！将军，下令吧！咱们巫山关还有3000能喘气的弟兄，就算是用牙咬，也要从这群蛮子身上扯下一块肉来。加上我们粮草断绝，这是真正的十死无生之局啊！都慌什么？这一声冷喝，虽然声音不大，却夹杂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宗师威压。若是这5万蛮族真的是来攻城的，这名赤翼头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报信。少主的意思是，外面的风雪如此之大，这种极端天气，蛮族骑兵的机动性大打折扣。他们这个时候逼近，却停在10里之外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围而不打，制造极限的压迫感。少主是说，他们在配合张怀柔的毒粮草计划？没错，张怀柔要在3日后送来混有断肠红的粮草。如果这时候巫山关外风平浪静，你们未必会立刻动用那批粮草。但如果5万蛮族大军兵临城下，随时可能发动总攻呢？你们为了让弟兄们吃饱饭有力气守城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有毒的粮食发下去。好歹毒的连环绝族计，这是要把我们镇北军旧部连根拔起。若非少主今日驾临点破这惊天杀局，我巫山关3000英魂恐怕要做个不明不白的饿死鬼了，饿死鬼了！周伯言中了。方家与镇北军本就是血脉相连。周伯、赵先生，眼下的危局虽然凶险，但也并非无解。我此次拼死北上，却有3大核心目的，请少主明示，老朽洗耳恭听。其一，跳出京都那个囚笼。前地多疑，方家如今在京都已是烈火烹油，我若不以病弱之躯作饵，根本无法活着走到这北境。我要在这里谋一条生路。陛下，竟凉薄至此，老将军当年可是为他挡过刀的呀。其二，我要在北境积蓄力量。这巫山关虽然破败，但只要我们将水搅浑，利用张怀远与蛮族之间的貌合扶离，就能在乱局中撕开一道口子，重现镇北军昔日荣光。少主是要火中取撩？哼。至于这第3个目的，我要彻查8年前我阿爷、伯父以及10万镇北军精锐在雁门关全军覆没的真正真相。哎呦，周将军，这巫山关的寒风可是越来越刺骨了。您这日子过得真是清苦啊！王副使不在铁壁关享福，
顶着风雪来我们这破庙，有何贵干？这位想必就是京都来的方云逸公子了吧？哎呀，早就听闻公子身体好亚，今日一见，这病情似乎比传闻中还要严重。你是何人？在下铁壁关参军副使王通，奉张怀友将军与钦差李大人之命，特来传达好意。张将军知道巫山关粮草紧缺，特意从铁壁关的牙缝里挤出了一批物资，3日后将由我军亲自护送首批足额粮饷前来。那便替我谢过张将军了。方公子，听闻您此次北上，除了送信，还要替老太君去落霞坡祭扫方老将军的衣冠冢。这关外风雪满天，蛮族斥候又活动频繁，公子这般虚弱的身子，若是贸然出关，万一遇上点什么意外，我们铁壁关可担当不起啊！不去不行，这是祖母的死命令，我就是爬也要爬去尽孝。哎呀，公子真乃纯孝之人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铁壁关派一队精兵沿途保护。够了，方家少主的安危，自然由我镇北军就备负责，还轮不到你们铁壁关来插手。哼，周将军既然不识好歹，那在下就不多管闲事了。话已带到，告辞。好一招粮草稳心，刺杀绝后。3日后送粮麻痹你们，然后趁我出关祭祖，在落霞坡将我彻底抹杀。这帮畜生！少主，您这几日绝不能出关。不，我不仅要出关，还要大张旗鼓的出去。赵先生，把巫山关近半年关于蛮族动向以及铁壁关军情调动的所有卷宗，全部搬到我的房间来。我要在他们动手前，把这盘棋彻底看透。是。原来如此，铁壁关第3营私自换防，故意让出一条直通巫山关后方的密道。而蛮族最精锐的血狼百人队，偏偏在这个时候不知所踪。张黄远，你的胃口还真不小，想借蛮族的刀，连我带巫山关一起屠了。少主，您找我。周伯，您看这里，铁壁关第3营半月前悄悄撤离了这片防区，而根据斥候的记录，蛮族最残忍的血狼小队最后一次出现的轨迹，正指向这条直通我们大后方的密道。这张华远竟然真的敢私放蛮族精锐入关，他是疯了吗？他没疯，他只是想把水搅浑。等血狼小队在落霞坡截杀了我，再顺势袭击防备空虚的巫山关后方，配合他送来的毒粮草，这就是一场完美的蛮族突袭至边关失守的戏码。这狗贼，我这就带人去把那条密洞堵死！真他娘的冷！见鬼，路线都安全吗？孙继卫放心，这地方几年都没人走，我今儿故意调开了岗哨，顺着这道摸出去，直奔落霞坡，绝对神不知鬼不觉。好，等老子在落霞坡砍了那病秧子的脑袋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走。看来我们不用去堵密道了。张辉远的恶犬已经悄悄放出去了。关内有内鬼，少主，我立刻去抓人。抓一个内鬼有什么用？打草惊蛇罢了。既然他们想玩瞒天过海的刺杀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明日清晨，我会大张旗鼓，带着队伍离开巫山关，前往落霞坡祭祖。少主不可！既然知道他们在落霞坡设伏，您这岂不是羊入虎口？羊入虎口？不，是引蛇出洞。周伯，我要您亲自去办一件事，挑选关内最精锐、最不怕死的百名死士，让他们脱下巫山关的破旧皮甲，全部换上我们缴获的铁壁关制式重型棉甲和金刚长刀。他们不是喜欢伪装吗？那这出戏的结局得由我们来定。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葛小伟，那小畜生还不来，我们快冻僵了！闭嘴，都给老子撑住！动手！
重甲兵，这怎么可能？中计了，快撤！土鸡瓦狗！看不动，根本看不动，看不动呀！不可能！巫山关怎么会有这么多重甲？你到底是谁？真气外放，悟道宗师，你不是个废人吗？废人，用来骗骗张怀烧那种蠢货的把戏，你竟然也信？张雄元勾结蛮族的密信在哪？交出来，我给你个痛快！在我怀里，是张将军让我假扮蛮族的，求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全杀！少主，叛贼已全部伏诛，我们现在回巫山关吗？回巫山关？既然张怀元这么喜欢下棋，那我就亲自去铁壁关掀了他的棋盘。少主，剩下这几个杂碎怎么处理？全砍了吗？少主饶命，我们都是听命行事啊！求少主当个屁，把我们放了吧！死到临头还敢废话！等等，少主，有意思。看来落霞坡这出戏，观众还挺多。少主，是蛮子的趁海。南院大王的狗鼻子倒是灵。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看戏，不给他们加点料，岂不是扫了兴？捡起来。带着你的人往那边走。少主，去那边干什么？往前走，或者现在就死，选一个。我走，我们走。那位爷到底要干什么？前面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！该死的千人狗，他们怎么发现我们的？头，他们端着弩箭直冲我们来了，肯定是冲着清剿我们来的。打吧！张颖远这老狐狸想把我们一网打尽，做梦！准备放箭，不能再走了，前面感觉不对劲儿，有杀气。千人狗，欺人太甚，给我杀！少主神机妙算，这群蛮子就算死绝了，这笔账也会记在张怀元头上。这只是开胃菜罢了。张怀元想用我的命来平息北境的烂摊子，那我就把这桌子掀了，让他自己咽下这苦果。落霞坡的火点起来了，陈烈那边也该动手了吧？撤。是。先射上面那个病秧子，他是头目。还给你们，扔！跟他们拼了！放箭！放箭！这戏台子搭得刚刚好。放箭！把这些张相龙的野狗射成刺猬！有埋伏！
弟兄们，都给老子听好了！今晚我们不是巫山关的守军，我们是铁壁关张将军手下的精锐。明白？少主神机妙算，这群蛮子就算死绝了，这笔账也会记在张怀远头上。这只是开胃菜罢了。张怀然想用我的命来平息北京烂摊子，那我就把这桌子掀了，让他自己咽下这苦果。落霞坡的火点起来了，陈烈那边也该动手了吧？少主有令，抢光他们的粮草，烧光他们的帐篷，把你们身上的铁壁关零碎都给老子不小心留在里面。为了张怀远将军，为了大钱！李喜，前人打过来了！张将军有令，杀光满狗，寸草不留！物资够了，不要恋战，撤！立刻撤回巫山关！统领大人，您看，张迎远，你这背信弃义的前人老狗，我血狼部与你势不两立，全军听令，给我杀向铁壁关，血债血偿！李大人，您的伤势虽然未愈，但必已早医不可耽搁。3日后，我军将押送2兵前往回军坐镇，彰显朝廷威严。张将军，你明知我伤重难行，还非要我去，你这分明是想让我给你那毒粮计划打掩护。大人慎言，北境风雪护寒，若是大人在营帐内伤重不治，陛下怪罪下来，我们也不好交代呀。哼，李大人，你是聪明人，去了你就是宣旨的有功之臣；不去，这铁壁关外每天都会冻死几个不听话的孤魂野鬼。将军啊，好，本官依将军便是，3日后一同前往。哈哈哈哈！大人深明大义，末将佩服。等那方家的小杂种一死，这北境还是咱们说了算。拿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将军，大事不好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不成？是蛮族，5万蛮族大军突然放弃围困巫山关，像疯了一样，正倾巢而出，朝着我们铁壁关疯狂逼近，距离不到30里了。什么？蛮子疯了吗？不是说好只围巫山关吗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什么突然撕毁协议？属下不知啊。蛮族大军打着报仇的旗号，逢人便杀，前线的3个哨所已经被拔除了。定是出了什么变故！快传令全军上城墙御敌，开启护城大战！将军，不好了！方云逸，是方云逸！那个病秧子，他不是被戈巴杀了吗？他没死，他带着巫山关的兵打上门来了。张将军，你疯了吗？张怀远，你的罪证已昭然若揭，滚下来受死！铁壁关全军将士听着，张怀远克扣军饷，私换防线，为了掩盖罪行，竟在送往巫山关的粮草中下毒断肠红，企图毒杀同旁，更暗中勾结蛮族，意图放异族入关，毒害同宾。大家不要听他蛊惑，放箭！给我放箭杀了他！造反！张怀远，你这通敌叛国的狗贼，也配跟我谈造反？真气外放，武道宗师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是个天生绝脉的废人啊！宗师，方家竟然出了一个15岁的宗师！方云逸，你竟敢带兵围攻大前重镇，你是要造反吗？弓箭手，给我准备！少主，全军已就位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落在他手里？
原来我们吃的粮草，竟然被下了断肠红。将军他怎么下得去手？我大哥就是死在蛮族手里的，他居然勾结蛮子，放异族入关，他还是大前的将军吗？赵怀远，你竟然干出这种诛九族的大罪，你不要连累本官！闭嘴！你这个废物也敢教训我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那供词是伪造的，这是方云逸的阴谋。他一个经脉尽断的废人，怎么可能是宗师？他这是在使用妖法蛊惑军心。妖法？张怀远，死到临头，你连承认自己罪行的勇气都没有了吗？放箭！我命令你们放箭！他伙同巫山关哗变，意图谋反，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你聋了吗？我叫你放箭！我们是镇北军的兵，是保家卫国的刀，绝不为你这种通敌叛国的畜生卖命！好，你们都不听令是吧？真以为我张某人没有底牌了吗？亲为死士听令！方云逸意图谋反，给我出城将他乱刀砍死！谁能斩下他的头颅，赏黄金1万两，官升3级，世袭我在。少主当心，是张怀远的铁甲守军，属下这就带人去将他们绞杀。退下！少主，这些死士皮糙肉厚，刀枪不入。活了退下！今日我要让这北境看看何为规矩，何为绝望。既然冥顽不灵，那是时候结束了。没救了，都得死！招惹了这么一个怪物，张英海，你这个蠢货，把我们全都害死了！第一道祭品备齐了。打扫战场，属下遵命。将这些叛乱之人尽数收拢，陈列于铁壁关城门之下。我要让全城将士，让所有心怀鬼胎之人看清背叛家国、通敌作乱的下场。兄弟们，动手，清理战场，陈列叛党余孽。疯子，他是个疯子，魔鬼！少主，祭品已备好。阿爷、大伯、二伯、云亭哥，8年了，叶儿来看你们了。8年来，方家承受了太多不白之冤，你们在地下想必也难以安眠。京都那些高高在上的人，以为方家气数已尽，可以随意拿捏；而在这北境，更有狼心狗肺之徒，为了一己私利，下扣军饷，甚至勾结异族，想将你们用命换来的疆土拱手相让。老将军，我对不起您啊！我竟然在一个通敌的畜生手下当了8年兵。今日我方云昂以叛贼败亡之果，
祭奠你们在天之灵。这笔血债我记下了。那些躲在暗处的魑魅魍魉，那些忘恩负义之辈，我会一个一个把他们揪出来，挫骨扬灰。北境的风，今日该变了。全军列阵，保护少主！有大股骑兵逼近。那是蛮族的号角，是蛮族的重骑兵。完了，全完了！5万蛮族大军压境，我们彻底无路可退了。天不亡我，天不亡我张弘羊啊！方云逸，你看清楚了吗？那是蛮族主力大军到，你武功盖世又如何？你能击退数十死士，难道能抵挡5万铁骑吗？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城墙上所有人都要为我陪葬。是吗，张将军？你高兴的未免太早了。陈烈，怎么会？你们不是早已被蛮族大军围困了吗？禀少主，属下遵照少主预定计谋，率军迂回穿插，避开蛮族正面主力，长途奔袭，直捣蛮族后方大本营。我军大获全胜，彻底击溃蛮族留守势力，大破其后方营地，尽数收缴其过冬储备粮草与军备物资。将缴获物资尽数呈上，让这铁壁关众人好好看看我大陈将士的战功。张怀远，你日日宣扬蛮族势不可防，无人能敌。如今亲眼所见，他们的后方营地、过冬积蓄尽数被我军捣毁收缴。所谓的不败神话，不过是你骗人的鬼话。是真的，我们真的打赢了，断了蛮族的老巢，破了他们的后路。太好了，我们不用死了！大千铁骑无敌，方公子神机妙算。张怀远，你这通敌叛国、祸乱的罪人，罪证确凿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可辩？方公子神机妙算，运筹帷幄，一举破敌平乱，揭穿奸贼阴谋，乃是大钱重良，社稷功臣。不，我没有输，我才是北境的掌控者，我没有输。方云逸，闭嘴！我知道你们有无比武术，但我有人质，你敢动，我立刻会杀他。今日我若是败亡，便拉当朝钦差一同陪葬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谁也别想全身而退。张怀远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别过来，我真的敢动手！你执意求死，我便成全你。你废我修为，我绝不干！留你性命，是让你亲眼看着你的靠山赵元明一步步身败名裂，彻底倒台。我等愿归降，从此为方公子马首是瞻，听凭调遣。求公子开恩，我等皆是被张弘羊蒙蔽胁迫，绝非有心作乱。少主，铁壁关彻底拿下了。陈烈，立刻接管城防，收缴兵器，凡有胆敢反抗者，杀无赦。遵命。是巫山关的最高级烽火警报，出大事了！报！陈都尉，南岳大王无视我们，蛮族大军大被血洗，彻底暴怒来了。多少人？他集结了黑石堡所有的精锐，足足上万铁骑。是要踏平巫山关和铁壁关，距此已不足30里了。上万铁骑，完了！
我们这几千残兵败将，怎么挡得住上万精锐重骑啊？少主，上万精锐铁骑绝非儿戏。若是在这平原野战，我们必死无疑。是否立刻退守巫山关？退？为何要退？来的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他们算账。云烨，如今上万蛮族铁骑压境，那乌玉鲁更是蛮族名将。我们巫山关满打满算不过几千匹兵，城墙又年久失修，若真被他们围住，这巫山关怕是连3天都守不住。他奶奶的，横竖都是一死，大不了跟他们拼了，能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1个。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，蛮族重骑一旦冲锋，我们的防线瞬间就会被撕裂。谁说我们要跟他们硬拼了？啊！传我军令，明日一早，巫山关大开城门，主动示弱，放蛮族大军进关。什么？放蛮军进关？先知，万万不可啊！蛮族生性残暴，若是放他们长驱直入，后方周建必将生灵涂炭，这可是遗臭万年的大罪啊！少主，咱们方家可是世代抗击蛮族的，怎么能主动放他们进来？这不是投敌吗？你们当真觉得我会放任对方侵扰大前子民？我规划的是一处合围滚守的合围阵型，敌方骑兵开阔地带机动性抽重，一旦深入狭窄古渡，骑兵冲锋的优势便无从发挥。我要用铁壁关这块难啃的骨头消耗他们的兵力，再切断他们的退路，把这上万精锐全部坑杀在这绝地之中。好狠的城市！不仅能全歼蛮族主力，还能顺势拔除赵元明在北境的其余暗桩。可是贤侄，那巫山鲁生性多疑，绝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示弱。他怎么可能毫无防备地钻进这个口袋？这就需要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了。我会写一封通敌投诚的密信送给吴若鲁，就说我方家饱受朝廷猜忌，张怀元屡次暗害于我。如今我夺了巫山关兵权，愿与他里应外合，助他拿下铁壁关。事成之后，与蛮族划界而治。这可是通敌叛国的铁证啊！贤侄，这封信一旦落入朝廷手中，方家世代忠烈的清誉就全毁了。你将背负通敌叛国、诛灭九族的千古骂名啊！清誉。方家满门忠烈，战死沙场，换来了什么？换来的是朝廷的猜忌，是奸臣的毒害，是断粮断饷，是斩草除根。只要能杀光这群屠戮我大前子民的蛮族畜生，只要能为我方家数十万惨死的英魂讨回公道，若能坑杀这万名蛮军，这通敌的千古骂罪，我方云逸飞了！末将周秦关，愿誓死追随少主，万死不辞。愿随少主血战到底。公子大义，属下心服口服。韩青，这封信是用特殊药水写的，只有遇到蛮族王庭特有的显影粉才会显露字迹。你的任务是带着他出关，故意被蛮族置为生符，必须确保这封信完好无损地落到南院大王乌耶鲁的手中。属下明白。此去九死一生，无论他们动用何种酷刑，你只能咬定自己是我的亲卫，奉命前去投诚，其余的一概不知。能做到吗？公子放心，属下这条命是周将军捡回来的，就算粉身碎骨，也定不辱命。舔狗细作，别动！看看他身上藏了什么！还给我，那是重要的东西。空白的，哼，一定有鬼！带回大营，交给大王发落。
儿郎们，前人屠杀我们的族人，今天本王要用他们的鲜血来祭奠，给我踏平铁壁关，一个不留！哪来的细作？砍了即起！慢着，我是方云逸公子的亲卫，我带来了公子极其重要的合作信函。方云逸，那个方家余孽，一张白纸敢戏弄本王？大王，此信需用王庭特有的显影药粉方能显露自己。公子说，这是送给大王的一份大礼。啊！大王，怎么了？全军停下！大王，这绝对是前人的诡计。方家世代杀我族人，怎么可能突然投诚？这必定是诈降的缓兵之计，想诱使我们深入陷阱。杀了他，立刻出兵踏平巫山关。大王，这绝对是前人的诡计。方家世代杀我族人，怎么可能突然投诚？这必定是诈降的缓兵之计，想诱使我们深入陷阱。杀了他，立刻出兵踏平巫山关。没错，前人最是狡诈，咱们的重骑兵直接撵过去，什么阴谋诡计都是白搭。两位将军莫要冲动，我倒觉得这封信未必是江震天功高震主，全家被前帝害死，方云浩被当成病秧子软禁8年，如今他一朝翻身被逼造反，这合情合理。只要大王您一声令下，我们的大军就能直捣铁壁关。坨坨说的对，无论真假，既然他浮云逸敢开门，本王就敢进，将计就计，看看他到底玩什么花样。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本王同意他的合作，不过他信里提的条件得改改。本王不仅要铁壁关，大前幽州及其以北的广袤领土必须全部割让给我大蛮。哼！限他明日清晨给我答复，否则我万名铁骑顷刻间叫巫山关鸡犬不留。滚！割让幽州，这群蛮子胃口太大了，必须立刻把消息带给公子。公子，吴朱鲁同意将计就计，但他坐地起价，要求割让幽州及其以北所有领土，限明日清晨答复。狂妄至极！幽州乃北境咽喉，割让幽州，大前北方将无险可守。这帮畜生！先知，这吴泽鲁不仅贪婪，而且极其狡猾，这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呀！若是不答应，他们必会立刻攻城。幽州，他兀之鲁当真是好大的右口，他怎敢提出如此条件？幽州乃我北境核心，大前北疆真正门户。8年前实现已是国耻，如今他一句话就要割走半北境，这绝无可能。由这而至，这已非合作，而是赤裸裸的吞并。兀之鲁这是认定我们走投无路，想要借此机会彻底侵占大前北。答应他们，割让3成，再赔10。先知，若依此条件，我等便真成了千古罪人，镇北军数代忠烈之名将毁于一旦呐！云逸，你似乎并不感到意外，难道这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？兀朱鲁若没有这般野心，也就不是那个让我阿爷都感到棘手的南院逃亡了。他想要幽州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内，但他想要我们就得给吗？幽州是我镇北军10万将士用血守卫的地方，他既然敢觊觎，那就一个都别想再回去。这先知，你何时做出了如此详细的沙盘？就在等待回音的时候。两位，计划分4步走。第一步，清理眼睛，断其联络。明日战起，我军假意败退，遁入西侧山林。韩青，你率1000精锐从隐秘暗道前出，在关外蛰伏，将关外所有蛮族趁贼曹旗尽数清除，切断他们与大本营的一切联系。属下领命，绝不放走一个蛮狗。第2步，夺回坚壁，泼水凝路。吴朱鲁必定会留兵驻守巫山关，待其主力远去，陈烈率3000人悄然返回，以雷霆之势全歼留守蛮军。夺回关隘后，命令将士取关内储水，将这段2里长的通道以及巫山关的关墙垛口彻底泼湿。我要这路面结成光滑如镜的坚冰。泼水凝路，云逸，这固然能阻碍行军，但水泊关墙又有何深意？周勃照做便是，此乃困敌之关键。第3步，迂回敌后，以逸待劳。周勃率主力5000人，
秘密翻越山脉，抵达此处隐蔽。此处地势既高，可俯瞰铁壁关战场。待蛮军付出巨大代价攻破铁壁关，体力耗尽之时，便是我军出手的最佳时机。我们要用毒箭覆盖玉军阵营，数轮齐射，送他们下地狱。毒药，贤侄，此计虽狠，但我军中并无如此海量的剧毒之物。赵先生不必忧虑，毒药之事我自有准备，管够。第4步，关门打狗，瓮中掏鳖。待我们前后夹击重创兀竹鲁，残存蛮军若想后撤，必经巫山关。前有坚兵阻路，后有我军追杀，他们便是瓮中之鳖，唯有全军覆没。妙！绝术之计，老子早就想把这群蛮崽子彻底留在北境了。计划虽好，保密是关键。关内必有张黄杨和蛮族的内应，在大战开启前，必须清理干净。查，今晚动手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吃里扒外的畜生，留你不得！后！带走。云逸，名单上的17人，加上揪出的5个隐藏奸细，共计22人，无一漏网。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上尉送出的密信，涉及粮草储备和你归来的消息。22名内奸已出，人头刚好可以记齐了。传令全军，按计划行事，大戏该开场了。大王，看这巫山关的阵势，守军士气极其低落。看来方云逸信中所言非虚，周晴闯恐怕真的旧伤复发，命不久矣了。是不是真的，一试便知。葛尔台，末将在，去带人到关前辱骂挑衅，把方云逸那病秧子逼出来。王要看看他有没有老子一成的本事，留他一条命，本王还有大用。大王放心，末将这就去把那病秧子的屎打出来。方家小儿，听说你病得快死了，不在被窝里等死，跑来这里送死吗？犯我疆土，伤我百姓，今日我方云逸在此，岂容尔等猖狂！找死！老子今天就废了你！蛮狗不过如此，还有谁来送死？给我杀！踏平巫山关，把这小子剁成肉泥！杀！给葛尔泰将军报仇，活捉方云逸！敌军势大，快撤入关内！放心，拦住他们，快拉吊桥！巫山关守不住了，你立刻击快马突围，去铁壁关向张怀远求援，告诉他若不发兵，北京门洞开，快去！属下遵命。轰！踏平这座城！关破了，杀进去！撤！全军向西侧山林撤退！方
方云逸这小子的残兵败将不足为顾。驸马，你率2000人留守乌山关，看好退路。其余各部随本王直捣铁壁关。陈叔，时辰已到，去把咱们的家夺回来。记住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我将遵命，绝不让一个蛮狗见到明天的太阳。这帮前国两脚牙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等大王拿下铁壁关，咱们再好好享受。怎么回事？前军不是跑了吗？快迎敌！杀光他们，夺回乌山关！前国诸吕，给我死！不要换旗帜，所有人立刻提水，把这关墙还有通往南边的官道都给老子死死冻上！继续搜，方圆10里内所有蛮族隐境全部挖掉。退路已决，坟墓已挖好。张怀远、乌世鲁，该你们狗咬狗了。张怀远，你少在上面做缩头乌龟！乌山关已被本王踏平，识相的立刻开门投降，本王留你全尸。你敢撕毁约定，供我惩治？吴苏鲁，我大前援军一到，必将你碎尸万段！全军听令，死守城墙，违令者斩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二郎们，攻破铁壁关，城内金银、女人、任儿等抢夺，给我杀！给我把缺口堵住！少主，5000精锐已全部就位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不急。等他们流干最后一滴血，我们再送他们一起下地狱。大开大合！方云远，这铁壁关，本王就笑纳了，给我死！不堪一击的废物！就凭你这点微末道行，也敢派兵去屠戮本王的部落？大王，饶命！我愿献出铁壁关，只求你饶我一条狗命！饶你？屠戮我族老幼，烧我粮草时，可曾想过饶过他们？没有，我绝对没有！那是栽赃，是陷害！是方云逸那个小杂种，是他干的！我只派了20个死士去扎他。绝对没有派兵袭击你们！我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！没有派兵，方云逸，一切都是那小子的阴谋。本王纵横30载，竟被一个黄口小儿当枪使，奇耻大辱！大王，不对劲，我们入关太顺利了。而且外围警戒的斥候已经整整半个时辰没有传回任何消息了。你说什么？真的是他，方云逸，这个阴险毒辣的小小子，你好狠的心啊！那是什么？走近了。我们被包围了！少主，他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
为我方家阴魂送行。放箭！留下起来！